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3万。上一期呢，我们聊了什么是暗物质。今天呢，我们聊一个比暗物质更加神秘的东西。更加神秘啊？是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今天我们来聊暗能量。暗能量？为什么要聊暗能量呢？其实因为3个原因。最主要的一个呢，当然是因为暗能量有了最新的进展。然后这个进展呢，可能会影响我们近代科学所有物理公式。这么严重吗？是的，非常夸张。哇塞！其次呢，就是我们上一期其实有讲到暗物质。最新的有一个发现是说，里面有一个星系叫做 CDG2，然后 CDG2 里面呢有99.98%的质量没有被发现啊，对，所以这一部分的能量其实就是暗物质，但是暗物质占整体的宇宙的质量只有27%，那也挺多了呀，其实很多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要说的暗能量，它占整个宇宙体积的68%。哦，那更多了，一大半了耶，是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。所以我们人类近几千年来物理学发现的总质量只占整个宇宙的5%。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夸张。对。最后一个呢，我们要介绍暗能量，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的爱因斯坦。爱因斯坦跟他有关系啊？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！真的？为什么？爱因斯坦这个事情上栽了很多次跟头，好几次跟头。是的。因为我们之前说的爱因斯坦，他都发现了好多东西，但是在研究暗能量这件事情上面，他错了好几次。哦，真的啊？是的。那是不是这个很难研究对吗？是暗能量在目前已知科学里面是最神秘的一个科学。要介绍暗能量，其实就是要从爱因斯坦第一次研究他的智能方程式开始。因为爱因斯坦在1917年，他在一开始创建这个公式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这个宇宙，如果按照他的公式来推测的话，这个宇宙就是在膨胀的。就在不断膨胀的。对，但是呢，当时在主流科学界里面，大家都认为整个宇宙是静止的，是不动的。因为我们看到的，但事实上应该是在膨胀的吗？对，按照你也听说在膨胀，对吧？大家都在说膨胀，但是这个事情在100多年之前，大家都觉得宇宙是静止的。对呀，因为我们看天文望远镜的时候，这个宇宙是不动的，它最多就是星系之间在旋转，对不对？所以爱因斯坦就觉得，我这个公式不太对，大家都在说宇宙是静止的。所以我应该让它静止下来，它不应该再膨胀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在他的公式里面加了一个叫 lambda 的常量，来解释说，我这个方程式里面有了这个常量以后，我们整个宇宙就静止了。就是这么神奇。然后在192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比利时的神父，他叫勒梅特，同时他其实也是一个物理学家。他就通过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发现有一些不对。开始质疑。他觉得爱因斯坦的公式好像有点怪怪的。他好像是后来才加了这个常量。就戳穿他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通过自己的数学推导，他发现宇宙其实在膨胀的。然后后面那个神父发现他其实就是在膨胀的。对，他其实爱因斯坦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觉得在膨胀了，因为爱因斯坦觉得大家都说，对，后面开始质疑自己了，是的，结果他是对的。结果他其实是对的，而且他的理论那他真的很厉害。是的，而且他的理论其实就是宇宙大爆炸模型的前身。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爱因斯坦还亲自去见过这个神父。他看过他的数学模型，他说你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学家，但是呢，你的物理学特别烂。因为有人在质疑爱因斯坦，所以他就特别不爽嘛。然后呢，这个事情只过了2年，有一个美国的天文学家叫 Edwin Hubble，他通过宇宙的数据观测，他发现这个宇宙正在膨胀。就实锤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爱因斯坦就尬了呀。对，爱因斯坦就尬住了，因为爱因斯坦当时也在美国嘛。然后他就去找这个 Edwin Hubble，他说：“教授啊，你给我看看你的数据。”然后呢？然后 Edwin Hubble 就跟他一起对着数据，他发现原来是对的。就是他之前研究的。是的。那他怎么发现的呢？这个就很有意思。而且我们现在观测宇宙是否在膨胀，也是用这种方法。比如说一颗星星离我们有多远，我们只要知道它的亮度有多大就好了。就比如说我们路上有一个灯，对吧？这个灯离你越远呢，它就越暗。对。如果离它越近，离你越近的话，它就会越亮。但是这个其实只能知道它的距离，但并不知道宇宙在膨胀的速度。对。所以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概念，叫红移值。红移值是什么？红移值其实就是光的长度。光还能有测量长度啊？对，光它其实是有，感觉它散发的很大呀。这其实就有另外一个物理学知识了啊，我就不展开讲了。你只要记住光速不变。行。光到哪里的位置，它其实都是不变的。所以如果这颗行星离你30光年，30万光年，那它到达地球的长度就应该是30万光年。但是呢，当它的距离被拉伸的时候，比如宇宙在膨胀，它会带着这颗行星一起走。
也就是说这个光的长度会被拉伸。那我们就能够测量到这个光的长度，光越长我们就知道宇宙在膨胀。它拉伸的这个程度就是宇宙在膨胀的程度。好严谨啊！这好厉害啊！毕竟是物理学嘛。这都能算出来。是的，所以当爱因斯坦看完这组数据之后他发现埃德温·哈勃教授是对的。然后他也是对的呀。他一开始是对的，但是后面又那个推翻被自我质疑了。然后他公开表示说，引入这个常量是我一生最错误的决定。被打脸了。所以当爱因斯坦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宇宙大爆炸模型其实就基本已经定下来了。但是呢，正式定下来在1965年。我们频道还是要严谨一点啊。所以按照爱因斯坦宇宙大爆炸模型，那宇宙是从那一爆开始的。那理论上来说，它迟早爆的速度会变慢，然后慢慢的收缩，因为引力嘛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引力迟早会挤成一个点，然后再重新爆开。但是大家也相信也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发现宇宙在加速膨胀，膨胀的速度甚至还超过了光速。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现的呢？怎么发现的？就是在1998年有2个科学实验团队发现的。而且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暗能量的由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发现了暗能量。这就好像是什么？这就好像如果有一天你往天上丢一个硬币，然后这个硬币呢它没掉下来，按照我们万有引力的公式来说，它这个硬币会掉下来。对呀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你这个硬币往上一丢，它不下来了，它在加速。去哪里了？它永远往上窜。这个放在我们正常的物理世界就非常诡异。他们当时是有点吓人，真的很吓人。是的，他们的发现就不亚于我们物理世界这样的一个现象。但是好像事实上没有吧？还是因为我们感知不到？对，因为我们在物理世界是感知不到，但是在宇宙尺度上，宇宙就正在加速膨胀。然后他们就在想，爱因斯坦当时的那个 lambda 是不是可以加回来？因为爱因斯坦要疯了，天哪！为什么他们会想动这个常识的脑筋啊？其实也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。当时量子力学其实已经发展了也差不多有10几年了。在量子力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零点场。零点场。对，也就是真空。因为我们认为的真空可能就是完全真空，里面一个粒子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其实在量子的世界里面不是这样的。真空就好像我们有2个力，它互相抵消了。就左边使劲右边使劲，但是它们两边的力是一样的。就有一个非常强的力在互相摩擦。对，但始终合不上了。它们其实就是互相抵消，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呢，它在里面时不时的会冒出一些粒子出来，然后又凭空消失。就好像2个力在对抗之后，它们产生了一些火花。所以他们才会在真空里面发现零点场。然后他们就觉得，这个零点场的概念跟爱因斯坦当时的那个 lambda 常数是一样的。它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的力很强。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常数又重新引进来了。但说到这里，相信聪明的观众朋友也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啊。在我们数学里面，常数是一个不变的变量。那为什么会一个常数会导致我们整个宇宙在加速膨胀？对呀，为什么？这里就要引入一个新的物理学概念了。我们频道知识还是很多的啊。是的。因为一旦一个新的空间被创造了，因为宇宙在膨胀嘛，对，那新的空间里面就会富含新的暗能量，所以暗能量的总量是在不断增加的。所以它在复刻，暗能量一直在复刻。对，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然后砰，越来越快，甚至超过了光速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收缩？这个宇宙就不会收缩？对，理论上如果按照有暗能量这个公式来说的话，宇宙就不会再收缩，它会无限膨胀下去。因为如果收缩的话，就有可能发生那个宇宙大爆炸吗？是，宇宙大爆炸可能真的有宇宙大爆炸，但是宇宙大爆炸爆出来的不一定只有引力，不一定只有我们现在这个物理世界。它可能还有其他我们未知的能量，所以我们叫暗能量。但是听听就很吓人啊！是听听就很吓人，它好像无限，就宇宙好像没有边界。对。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了。重点来了。是的，就在今年有一个叫 DESI 的国际组织发布了一组数据报告。这个 DESI 组织是一个由70多个国家机构和900多名天文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。这么厉害？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，非常权威啊。是非常的，它是全球性的。他们发现这个宇宙的暗能量正在不断的消失。不断的消失？对，在慢慢的减少，差不多已经减少了15%。那不就代表了还是会收缩的吗？对，从理论上来讲，我只关注这个收缩跟膨胀了。其实膨胀和收缩，我们反正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但你肯定也是不希望未来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啊。按照他们的推测来说，其实我们
地球是一定看不到的。因为他们发现宇宙的膨胀速度会在200亿年以后才会反弹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地球啊，只有50亿年，所以我们永远看不到。不知道呀，除非我们能够达到星际移民。那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。那好，我们说回来啊，所以他们这个发现啊，其实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如果暗能量它本身的质量在不断的压缩的话，那么在1998年引入的那个 lambda 的公式是不对的，又推翻了。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近代科学所有的物理公式可能都要重新算一遍。真假的？是的，原来我们一认为这个常数是不变的，但是现在发现这个常数是变了，它开始收缩了，它开始变小了。虽然宇宙还是在加速膨胀，总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。是的，虽然宇宙还是在加速膨胀的，但是它膨胀速度越来越慢，那也就是说它迟早有一天会停下来，然后再慢慢的收缩。所以爱因斯坦是对的，从1917年的时候他就是对的，他太厉害了。是的，而且说到这里啊，我其实又有一个大胆猜想。你有一个大胆猜想？我又有一个大胆猜想。行，到时候看看你的大胆猜想准不准，到底准了几个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观众朋友帮我们看看。虽然我不知道暗能量现在到底是什么，但是它竟然可以通过叠加数量，然后超过光速。因为按照我们目前已知的物理学来说，没有任何一个物质可以超过光速。对。因为曾经 CERN 其实就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把电子不断的加速，加速到光速的99.99%，结果发现它的质量在不断加厚，就没办法自己超过自己。对，它就没有办法超过光速。但是暗物质竟然可以超过光速。如果哪天我们把暗物质研究透彻了，那我们也可以打破这个物理规律，就能够超过光速。是的，那我们又掌握了一门新的宇宙法则。对吧？你就更进步了一个台阶啊，又进步了一个台阶。这个就跟我们之前有一期聊的量子桥是一个概念。因为量子桥里面其实可能也有不一样的力量，说不定这也跟暗能量有关。它说不定可能都是一个力啊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这很大胆，统一场论一样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订阅哦。记得订阅，拜拜。拜拜。